Hello， 大家，无案第2集，凡嚣跟游苏朗的公司开始了商业上的合作。今天就让我们继续来看看凡嚣他到底对游苏朗到底怀着什么样的感情，以及两个人后来还会再发生什么事吧。哦，什么？你今天怎么这么激动啊？平常可不会对我下这么重的手。我去抽根烟。哦，事后不先抱一抱吗？事后立刻去抽烟。这不会是凡嚣的那款烟吧？哎呀，樊总，我看你这酒量，应该是没喝尽兴。哦，靠在他手上，很危险呢。后来有同事说，哈现在印度的药好用。不是有时候你不是说那个烟太甜腻，像胭脂，你还接过来抽？啊，凡嚣也是故意的，凡嚣就故意让他接过去抽。这次抽起来感觉怎么样？哦，还像胭脂吗？所以有改过。还行，给你慢慢体验体验，说不定你会喜欢上。体验就体验，为什么要摸他的大腿？这烟没了火柴，好像确实差点什么。所以这部剧是不是也在用烟来比喻爱情呢？跟溺爱一样。尤叔叔，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你叫他尤叔叔啊？这款精华液效果太好了，我上一次第2天早上有通告，头天晚上皮肤还是不行，完全靠它救场的。我前几个月接了一个绘画模特的费用结了，3个小时赚的，就是在国内拍平面杂志1个月的。凡嚣，你这个用钱砸人的超能力哦！你是不是觉得我去做裸体模特了？你就不能直截了当的问我吗？老是放在肚子里面猜，累不累啊？哎，那即使我真的这样做了，你考虑的也是避免我难堪，而不是吃醋，对吧？所以游苏朗跟珍珍，他对他一直带着一种礼貌性的疏离，但是对情人有一种礼貌性的疏离，感觉蛮奇怪的。而珍珍一直希望游苏朗多关心他一点。珍珍，天哪！你不要真的被他给勾引嘞！我雇主，就是那几个来泰国比我早的同胞，对我指手画脚的，我没甩他们，他们就合起伙来给我穿小鞋。让你陪我来泰国，还得让你重新开启你的事业，委屈你了。不委屈，我愿意的。这一对表面上还挺和平，但总觉得隐隐有一些危机了。有人唱歌吗？一起来啊！哟，真忘了，这还坐着为与凤凰男谈恋爱的人士。杜真，你还和那个什么什么主任在一起谈恋爱吗？如果去参加聚会，这张卡你带着，你妈你知道。跟这些人犯不着争口舌之快，我得像舒朗一样冷静从容一点。珍珍，你还真努力想要当个好情人呢、但是哎呦，这种同事可不可以离开呀、不好意思，我我临时有事先走。哎，接洽资源有时间，大家聚聚就有事情了，还真是功利。什么？樊先生，手表限量版。刚刚在走廊上遇到这个女势士，利的好不舒服哦。她说她的朋友们在这个包房。珍珍，凡嚣故意的吧？你也在这里。樊先生，在他的同事面前叫他一句珍珍，让他的同事以为他们都有什么关系。原来是陆真的朋友啊！你们聊，有兰达交给我就行了。和朋友一起在这玩，我误打误撞到这里来，也算是和珍珍的缘分。怎么能不和你的朋友们喝一杯就走？妈呀！今晚这个包房所有的消费都由我来买单，再开3套5A 套餐。樊先生，我叫樊嚣，年龄可能比你们略长几岁，你们可以叫我樊哥。珍珍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果然做派很足，我没有看错凡嚣。放心吧，樊哥，我们肯定会好好照顾好陆真的。陆真的表情越来越难看，他大概也知道像凡嚣这样的人是比他之前有什么难听话都放在嘴上的同事要难搞的，可是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其实你不用那么破费，他们算不上我的朋友。我知道，你知道？请他们喝酒是打他们的脸。
谁也不能欺负我的真真。 Oh my god！ 我现在跟朋友在一起，我今天还在加班呢，不能去见你了。一切都被凡哥给拿捏了。但是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呀？两边各自勾引那两个，拆散这两个。刚才是我的家人，家人啊，凡哥，喝醉了酒应该怎么赎罪啊？要不你送我回家吧？我恐同。哦，不过真真除外。中国的这种故事就很喜欢这样吼，把双标当成是对他独一无二的偏爱。唉，我们公司楼下。知道了。攻略完这个，立刻来攻略那个啊！天哪！听说大家都在加班，给我做商业计划书，这给大家带了一些奶茶，犒劳一下大家。姿势100分，这样子打开后车厢的。真真好爱有叔叔。到家了？刚进门。这两个人都在返校面前跟对方打电话的。是从你上车之后说的第5遍了，你是不是喝多了？小凡，我追你那阵子说的更多。当时还是陆贞宪追的有书郎，他大概心里常常觉得有书郎对他的爱不平衡，比不上他给的。可是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我觉得有书郎其实很爱真真，他很努力想要扮演好情人。现在关系已经到会主动跟他要支烟来抽了。你的这杯可是加料大满贯，这马屁都拍到马腿上。我何德何能让樊总拍我的马屁？就凭你是我这个城市唯一的朋友。又要抬高他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了。我可以将樊总这句话理解成表达上的失误。以后有说的不合适的，都可以这样认。你是我唯一的朋友，有没有丢准啊，小屁孩？我却不是你的唯一。不会说话就别他妈说话，词不达意。字幕还不敢把脏话打出来。你是我的唯一，我却不是你的。这么晚了，还有人找你聊天？那是我对象，这怎么比？哦，是女朋友啊？不像，还是不像啊？我一向看同类还是很准的。就不怕女朋友空虚寂寞，被别人拐跑了？能被撬动的墙角，说明本身就有问题。不过我觉得有书郎现在慢慢的一步一步踏进他陷阱里了，会对他骂脏话也是，就是开始渐渐对他放松警惕的感觉。操！第一次在这边吃瘪的。是时候晾一晾这家公司了。等尤书朗求上门来的时候，哦，我再拒绝投资。所以你这样戏弄他，到底要干嘛？这张照片呀，哦，那得16、17年前了。有书郎当时还是他们的一个研究生啊。当年长岭大学就这一个研发中心。尤主任，你笑起来真好看。你竟然喜欢他的笑容，你还戏弄他，到底在干嘛？施丽华，我头上这堆叔叔哥哥，除非瘟疫里嗝屁，不然继承人这位置啊，下辈子也轮不到我。你说我不当个闲散王爷，我还能干嘛？一个在家族里不受重视的儿子，难保日后不会参与争权哦。行，晚上这个局，我给你找个乐子。行。尤主任，你不要把人家认真工作当乐子好不好？他果然不适合这里。不好意思啊，书郎，只是我这发小今日回国，说好了给他接风洗尘的，只好委屈你。日祥连锁药店太子爷薛副总，渤海药业办公室主任尤书郎。太子爷直接讲出来哦，直接当头衔介绍哦。虽是新朋友，却是一见如故。被樊总这样定性，那是了不得的人物啊！这个薛总应该也是跟樊总已经串通好了要助攻的。看什么呢，老乡？这么认真？
没什么，脏东西。哦，你说他咋这么无趣啊？他很有趣，圣母呢？所以你看上他也不是因为他爱护小孩，还嫌弃人家圣母。樊总那边到底什么意思啊？你作为项目的领头人，该突破要去突破。跟返校想的一样，在公司一直被受到很多的压力。话说游素朗现在抽自己的烟哦，没有在抽返校的烟了。这位是我们办公室新来的文员小婉，看人家尤主任多会伺候角儿，多学学，知道吗？人家说游素朗的时候，他又不高兴，然后自己又很喜欢在言语上损人家。既然你老板说让你跟我多学习一下，那我今天就托大一回。哎，如果你醉了，谁来照顾你老板？所以咱们办公室人员没酒量，不端杯。这杯水给你。哦，好，谢谢尤主任。哎，我们小婉有酒量啊，酒端上。等一下，不如咱们玩牌，谁输了谁喝，怎么样？哦，想要以此为理由来避免喝那个下药的酒。不过游素朗，你对你的牌技这么有信心吗？反正他很努力，没有让女生喝到酒。让我猜猜，这个下药是不是也是在游素朗面前演的一场戏？故意想看看游素朗到底有多圣母，是不是会努力不让女生喝到下药的酒？我来发牌吧，怎么敢一直劳烦尤主任？这种小事怎么能让薛副总？哎呀，客气。哦，所以游素朗一直在发牌的时候、洗牌的时候做手脚。哎呀，小婉输了，该喝酒了。我考你一下，如果有人喝醉了酒，在席间要与你喝交杯酒，你作为一个接待人员，应该怎么做？啊？你可以跟他说，交杯酒不方便，但是交换酒可以。这样既不耽误工作，哇，也不得罪人。喝一个。游素朗真的好努力哦。所以你们几个满意了没？真是不好意思。这杯酒可别再洒了。返校那个焦躁的小火柴，一直想看游素朗什么反应哦。尤主任好酒量。哎，还是喝了，生气哦。结束了。他是替姑娘喝酒，一杯换一杯，那可不成。薛副总说的是。喝口水。看他受罪，你又不高兴。我送你。哦，他真的被下药了。我帮你。不用。他还有保持一定的清醒。这杯水不会也是在安排吧？是想喝水。输了。我帮。停车！จอดที่นี่แหละรบกวนคุณเรียกแท็กซี่กลับนะค่ารถผมจ่ายให้3 เท่าครับ My God， 是不是要发生什么不太好的事？让樊总看笑话了。这又没有外人，还叫什么樊总？再叫错，可是要罚的。游素朗快逃啊！你被下药了。那个女孩酒里有药，好像有点顽固。哦，你也知道啊，所以你其实没有想要对他下手的意思，可是现在变成你自己快把持不住了，是吧，返校？你现在能下车吗？一会儿我可能会很狼狈。好，还是给他最后的尊重哦。哇，返校就这样忍着没有回头看。返校心里焦躁啊，还是忍不住回头了。要去冲冷水澡的反而是你哦。靠腰，你比我想的变态多了。怎么都看不清。真是疯了！刚刚送他回家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不玩了。谢谢送我回来。游素朗也是穿衣服穿得很快，马上又西装笔挺，领带打到最高了。ไม่มีผู้ชายคนไหน
จะแซ่บกว่าคุณแล้ว 你说什么？我说晚安。晚安。这么长一串只有晚安2个字吗？骗谁啊？今天本来确实是要问你一些事情的，是关于投资的事，但是你做决定不用顾虑我，我只是一个打工的，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不会没饭吃的。虽然不会随便确定投资意向，但我还是会把朋友公司的项目书从投资部已经废弃的文件里再拿回来。今晚的事儿，要我帮你报复一下吗？不用，我自己来。哦，你想做什么？我还以为你是纯圣母，吃了亏也会忍下来。操！拜拜。真的没有想到，有上口气这么大哦，不是吃素的啊！到底要道别几次？什么？我靠！有输了，你上瘾了，火柴呢？就像对这种烟还有火柴上瘾一样，对凡嚣也上瘾。我怎么会以为他要亲我？你自己也是被玩弄，真是他妈的有病！较什么劲？不过就是看看毛片。真真，操！又是真真。所以凡嚣确实是有点喜欢上游书朗的吧？所以他这样子一边勾引真真，一边勾引游书朗，目的是为了要拆散他们呢。他这2集下来，嘴上一直在嫌弃游书朗，其实就是他们这种人在意谁就会一直嫌弃谁啦。哎，看了这么多中国的作品，还是受不了他们这种人物逻辑。不过咱们樊总啊，以为自己是个猎人，实际上怎么感觉你才越来越快要沦陷了呢？他自己要去挖别人墙角，结果看人家感情好，自己又在那边吃醋生气。要做坏事也不坦率不坦荡的，自己敢偷录却不敢坦坦荡荡的偷看。哎，就你这个样子哦，别想对别人使坏了吧，好好用善良健康的方式爱人吧。行了，这一集就看到这边吧。果然啊，中国的作品不出我所料，还是非常的挑战道德标准。大家如果想继续看，留言告诉我吧。其实我有点在犹豫要不要继续把它看下去了。前面这么多人在敲碗想要看我做影片，结果实际上线的时候好像也没几个人看，至少是没有预期的高。所以大家如果想看下去的话，还是积极给这部影片按赞留言吧，告诉我。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我再继续做下去。我们下次见，拜拜。